你说这天要漏了，可有凭证？距离海洋道观只剩下不到1年的时间。别说你这金銮阁，就算是你们离国最高的太岳山，也会被几百米高的海啸瞬间吞没。哼，荒谬！你说灾难降临就降临，你以为你是掌控天地的神仙吗？你既然口口声声说能救世，那你如何向朕证明你的本事？这有何难？我现场给你们表演一个徒手生火。什么？哼，故弄玄虚。去，把你们太医院炼丹房里的东西给我拿2样过来。我要紫炎精，还有给我弄点最纯的猪油或者甘油来。照他说的做。护驾！来护驾！火真的是火！神仙，这是神仙手段啊！这个名为化学。陛下，为了证明我说的是真的，接下来我还要演示一次。你还要预测什么？耶，上次来怎么没见过？这上面的刻度，我靠，这是什么？离国、大洪水、诺亚方舟。真疼，真穿越了！那边那个臭要饭的，抓起来，编入御史营！干什么？强民男啊！老实点儿，能被征调修建皇陵，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带走！开什么国际玩笑？只剩1年，地球就要被水淹了，你让我去修皇陵搬砖？兄弟，别嚷嚷了，留点力气吧。惹怒了军爷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俺叫二狗。二狗啊，这离国现在是谁当家？你不要命了？当今圣上名讳岂是我们能提的？不过，听说最近朝廷也不太平，这雨都下了大半个月了，各地江河水位暴涨，好多地方都决堤了。钦天监的那些大人们说，这是老天爷发怒了。老天爷发怒，这是全球气候异常的前兆，地壳马上就要断裂。兄弟，你是不是脑子烧坏了？说啥胡话呢？是皇家禁军，所有流民跪下让道，快！你找死啊！还不快跪下！古代就是事儿多。不好，进马了，保护主子！御医，速传御医！统领大人，公主殿下她，她被惊雷震慑，邪风入体，气血逆流，已经不行了。公主若有闪失，你们统统陪葬！大人饶命，公主脉象已绝啊！没救了，这就判死刑了。哼，什么邪风入体、气血逆流，少在这扯淡！他那是受惊后异物卡住气管，导致急性呼吸道阻塞。放肆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，竟敢侮辱老夫的医术！我告诉你们，他现在还没死，但你们要是再耽搁1分钟，他就真成尸体了。异物卡喉，常规海姆林克急救法。放肆！登徒子竟敢轻薄公主！闭上你的鸟嘴！1、2、3。活了！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是你救了本宫，不然呢？还指望他吗？这位先生，末将刚才多有得罪。先生救了公主，便是我离国的大恩人。敢问先生尊姓大名？李凡，木子李，繁星的繁。李先生这身打扮，莫非是海外来的奇人异士？
算是吧。公主殿下，既然我救了你一命，那你是不是也该满足我一个要求？先生是本宫的救命恩人，若要金银珠宝、加官进爵，本宫皆可满足。公主殿下，你觉得在世界末日面前，那些破铜烂铁还有用吗？世界末日，听清楚了，我不要钱，也不要官，我要你带我去见皇帝。圣上岂是你一见不宜、想见就能见的？我必须见。快则3个月，慢则1年，这天就要塌了。一场前所未有的特大洪水将吞没整个天下，所有人将无一幸免。你可知妖言惑众，在我离国是死罪？是不是妖言惑众？你们自己看，这雨下了多久了？各地的江河是不是已经开始倒灌？老鼠是不是都在往高处跑？井水是不是已经变得浑浊发臭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我是高人。嚯，这柱子弄的一根能换套大平层了吧？哪里来的粗鄙狂徒，竟敢穿成这副模样惊扰圣驾！来人啊，给我拉出去砍了！且慢！父皇，此人名叫李凡，正是他用一种名为科学的神奇医术，将儿臣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而且他准确说出了我离国半月以来的各地灾情，并预言这天下即将迎来灭世大洪水。一派胡言！公主殿下，莫要被这江湖骗子蛊惑了。我离国虽然连日降雨，但有龙脉庇佑，何来灭世之灾？这等妖言惑众之徒，其心可诛。奇装异服，如同蛮夷！砍了他，以正视听。你就是李凡？你说这天要漏了，可有凭证？距离海洋倒灌只剩下不到1年的时间。别说你这金銮阁，就算是你们离国最高的太岳山，也会被几百米高的海啸瞬间吞没。哼，荒谬！你说灾难降临就降临，你以为你是掌控天地的神仙吗？神仙也救不了你们。陛下，此人就是一个招摇撞骗的神棍，臣恳请陛下立刻将其处死，以安民心。李凡，你既然口口声声说能救世，那你如何向朕证明你的本事？在古代，要想快速获得绝对的权力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展现神迹。这有何难？我现场给你们表演一个徒手生火。什么？哼，故弄玄虚。去，把你们太医院炼丹房里的东西给我拿2样过来。我要紫炎晶，还有给我弄点最纯的猪油或者甘油来。照他说的做。看好了。护驾！快护驾！火真的是火！神仙，这是神仙手段啊！这不可能！这个名为化学。陛下，为了证明我说的是真的，接下来我还要演示一次。你还要预测什么？3天后，就在这离国国都的上空，会有一场100年难遇的特大冰雹，天上掉下来的冰块，足有鸡蛋那么大。现在可是盛夏6月，6月分雪已是奇闻，你竟敢说6月天降冰雹？老登，敢不敢打个赌？赌什么？3天后若天降冰雹，我要你离国倾国之力，所有国库资金、所有工匠、所有资源全部归我调配。我要打造一艘史无前例的超级方舟。若是没有冰雹呢？那我李凡的项上人头，你亲自砍下来当球踢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陛下，请下旨：3天后5时，若无冰雹，立刻将此人斩首示众。朕准了。李凡啊，李凡，你抬头看看这大太阳，
午时已到，别说冰雹了，连滴雨都没有。你这个妖言惑众的神棍，你的死期到了！父皇，李先生是奇人，不能杀呀！看来终究是个疯子。午时3刻已到，妖人李凡，给我斩！是。李凡啊！差点没命了。呼！怎么回事？哪儿来的邪风？快看天上！哈哈哈哈！不是要砍我吗？继续啊！冰雹！陛下，危险啊！陛下，天生神机妙算，乃天人下凡，朕愚钝，险些误杀救世真神。传朕旨意，即日起封李凡为离国大国师，位列3公之上，建军不败。离国上至国库资金，下至100万黎民，皆由大国师一人全调拨。违令者，无需奏报，先斩后奏。国师来，我们该怎么做？陛下，看好了，这就是能保住离国香火的方舟计划。国师，这是何物？如此庞大，简直如同一座移动的城池。这叫超级方舟，长300米，宽80米，全木钢混合结构。底层不仅能装载10万黎民，还要装下所有的牲畜、种子以及未来重建文明的工业母床。10万人，这得耗费多少人力物力？我离国举国之目，恐怕都不够造这一半啊！所以说要搞大基建啊！我要离国全部的铁矿开采权，征调全国30万壮丁。最关键的是，我要钱。马上给我拨1000万两白银作为前期启动资金。离国1年的税收，满打满算也不过200万两。国师啊，这实在是强人所难啊！国库连年亏空，加上近期暴雨正灾，哪里拿得出1000万两？没钱就去挤。国库是谁在管？回国师，国库与户部皆由赵丞相掌管。行，陛下您歇着。要钱这种脏活累活交给我。国师，赵丞相门生故意遍布朝野，他掌管户部30年，账目滴水不漏，你斗不过他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能在我面前做假账的人还没出生呢。赵老登，别喝了，拿钱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呼风唤雨的大国师啊！怎么，国师不在家做法，跑到老朽这穷衙门来做什么？少废话，陛下有旨，诺亚计划正式启动。先给我拨1000万两白银，外加10万担粮草，我要去招募劳工。1000万两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哼，国师大人，您莫不是在天上待久了，不知道人间疾苦？您自己看看，这是我离国近10年的账目。连年水灾加上前线战事，国库早就空得叮当响了，100万也没有。您若要造船，去河边挖泥巴捏吧。赵丞相，你说国库没钱了？1分都没有。好，如果我从这些账本里查出钱呢？老夫这套4柱清表，你就算查上10年，也休想查出半点猫腻。国师若是能从账本里变出钱来，老朽这颗项上人头就给您当夜壶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来人，给我把户部大门封死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连只苍蝇都不准飞出去。你想干什么？老朽是当朝宰相，你敢软禁我？老子现在是大国师，建军不败先斩后奏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们几个过来，给我搬10张大桌子拼在一起，去太医院弄点黑炭和白灰来，
再给我找100块光滑的木板当黑板。今天我教你们什么叫借贷必相登的复式记账法。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，每一笔账有借必有债，借贷必相登。把所有的账目分为进、出、存3个梯形账户。给我查历年水利修缮工程的折旧率，查军用粮草的运输损耗率异常波峰。天哪，原来账还能这么算，一目了然。国师大人，我查到了，天启3年的治水款，名义上购买了10万根金丝楠木，但根据国师的价格波动曲线比对，当年的木材价格不可能这么高，这里面有100万两的差价。很好，记下来，用红笔圈上，这就是阴阳合同。报，国师，边关军饷的火耗异常，按照您的正态分布模型，这2年的火耗率高得离谱，至少有300万两白银去向不明。报，国师，我用您教的资产溯源法查到了这些钱的最终流向，全部指向了京城外的几个钱庄。游戏结束。老登，你的假账做得很粗糙啊！放现代，你这种级别的会计连进局子都不配，只能被同行笑死。经过3天查账，结果出来了，国库不是没钱，而是全接进了这个老王八蛋的口袋里。国师，查出了多少？哼，大家看这里，这叫贪污构成丙状图。第1项，虚报工程款。过去5年，赵丞相利用修缮河堤、修建宫殿的名义，虚报建材价格和民夫数量，贪污白银460万两。第2项，利用前线战士克扣军饷、吃空饷，贪污白银520万两。第3项，卖官鬻蓝，倒卖官盐，利用职权中饱私囊，贪污白银730万两。综上所述，赵丞相在位30年，总计贪腐白银1710万两，黄金20万两，各地良田商铺不计其数。这老小子的个人资产竟是国库的10倍，1700万两，这能买下半个离国了。这可真是窃国大盗啊！李凡，你血口喷人！陛下，这妖人捏造政策上面的符号，老臣一个都看不懂，纯属诬陷。老臣清贫一生，两袖清风啊，陛下。两袖清风。陛下，臣已经查明了赵丞相藏赃款的3个秘密金库：第1个水月庵地窖，第2个赵家祖坟空棺里，第3个就在你府邸假山密室里。禁军统领何在？末将在。带上500兄弟，给我抄家，掘地3尺。遵命。陛下，大劫，大劫呀！抄出什么了？银子，全是银子，金山银山啊！赵府假山里全是同水浇的银冬瓜，祖坟挖出的全是从未流通的官锭，数量太多，库房根本放不下。末将已把银箱全堆在午门广场了。好啊！好一个两袖清风，好一个忠臣良将！朕的江山差点就被你这蛀虫啃食殆尽！来人，将赵贼剥皮虫草，凌迟处死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启动资金，这不就有了吗？皇帝已把国家交给我，从今天起，所有法则全部由我重写。末日来临，这场大水会淹没一切，想活命的就给我动起来！
铁匠、木匠、泥瓦匠，哪怕你只是个只会挑土的庄稼汉，只要你肯出力，我不仅包你1日3餐，顿顿吃肉，每个月还有5两工钱。顿顿吃肉，1个月5两银子，这不是在做梦吧？我的老天爷！国师万岁！国师万岁！工部尚书何在？下官在。第一步，圈地，把京城外的1万亩荒地全部给我推平，建立诺亚方舟造船厂。第二步，炼钢，废掉你们那些烧火棍一样的土窑，按照图纸上的高炉炼钢法，3天内给我建起10座高炉。我要几万吨金刚做龙骨。第三步，修路，要想富先修路，用这些银子去把周边矿山到造总厂的路给我铺平，造出我图纸上的人力轨道车，把木材和铁矿石源源不断的运过来。方舟计划正式启动。都给我停下！国师息怒，我给你们发那么高的工资，10天了，连根主龙骨都还没运到船台上去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国师大人，非是老朽们不尽力，这造船的木料实在太大太重了。咱们离国以前造最大的战船，龙骨也不过3000斤，可您这图纸上的龙骨单杆就重达2万斤。如此庞然大物，莫说人力，就是用大象拉也拉不动啊！按照这个进度，要把这300米长的船架子搭起来，别说1年，10年也搭不完啊！10年，10年后你们连骨头渣子都在太平洋海底喂鲨鱼了。陆师傅，我问你，你们平时搬运重物都是怎么弄的？回国师，自然是垫上滚木，前面用牛马拉，后面用人力推。若要抬高，便搭斜坡土台。来不及了，去找几个铁匠过来。国师有何吩咐？搭10个凹槽铁轮和巨钩，滑轮组。国师这是在做法吗？弄几个铁片子和绳子来回绕，就能把2万斤的木头掉下来，这不是扯淡吗？哎，国师虽然能预测天机，但这干苦力活终究是不懂行啊。国师大人，您这法子行不通的，2万斤的重量，就是把绳子拉断了，它也纹丝不动。刚才谁说拉不动的？二狗，你过来。老大，您吩咐。拉！老大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我就算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，也拔不动他一根毛啊！让你拉你就拉，废什么话？我操！够了，一个人把2万斤拉起来了！李先生，真乃神人也。只要我增加动滑轮的绳子段数，所需的拉力就会被成倍减少。别说2万斤，只要绳子和滑轮足够结实，老子能把地球给翘起来。老朽干了60年木匠，今日方知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国师大人受老朽一拜。别拜了，赶紧干活！所有铁匠铺日夜赶工，给我批量生产滑轮组，制造木质塔吊。我要让10个人就能干一期1000人的活。国师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地座要塌了！你们用什么东西粘的？回国师，是糯米灰浆，皇陵城墙都用这，坚固无比啊！坚固个屁！这东西干得太慢，极度怕水浸泡。方舟要硬抗海啸水压，用糯米
下水1天就全泡软，马上换材料。这种垃圾不能用。可是国师，除了糯米灰浆，咱们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粘合石头和钢铁了。水泥。去挖石灰石、粘土和铁矿渣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国师，您要的石头和土都拉来了。好，准备制作水泥。第一步，电烧，把石灰石、粘土和铁矿渣按照3:1的比例混合粉碎，扔进高炉里烧，要烧到它们半融化，变成黑灰色的除料为止。石头都烧化了。第二步，研磨，把烧出来的定彩拿出来冷却，然后加入3%的石膏，放进石磨里，用牛拉给我磨成粉。国师，您费了这么大人力物力，就为了造这一桶草木灰？看好，这叫粘合剂，加沙加水。行了，明早来看。水一冲就没了吧？明天你拿脑袋撞撞看。哎呦，好像干了。陆师傅，您来看看。老朽倒要看看，这所谓的水泥到底有多硬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么硬？这简直是筑城造船的神物啊！不怕水，刀枪不入。干得漂亮！二狗，去催催铁匠铺，我要的2号合金齿轮怎么还没送来？报！800里加急，边关告破！边关告破！完了，国师，天要亡我离国啊！出什么事了？虎贲国大将拓跋狂率领5万精锐铁骑，已经踏破了雁门关，直奔京城而来。最多还有3天，他们就要杀到了。5万虎贲铁骑，完了！这帮蛮族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呀！逃吧，大家快逃命吧！国师，实在不行，咱们把方舟停了，把囤积的铁矿粮草全送给他们，否则5万铁骑冲进这工地，咱们全都得死啊！求和？求和！把造方舟的铁和粮食给他们，那咱们拿什么造船？没有方舟，咱们全天下的人都要在海里喂鲨鱼。那是5万铁骑啊，京城才1万禁军，这仗怎么打？都给我闭嘴！5万人，来得正好，老子正愁造船的劳动力不够呢，这就有人主动送上门了。国师，您难道要抓这5万铁骑来搬砖？这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不可能？在我面前，别说5万，就是50万，老子也让他们有来无回。二狗，给我滚过来！老大，我在。现在交给你个最高机密的任务，带上1000人去京城，把所有的旧茅房、猪圈、蝙蝠洞全都给我刮地3尺，把墙根底下那些白色的盐霜1两不少的给我刮回来。去太医院和炼丹房，把所有的硫磺全给我搬空，有多少要多少，
再派人去砍柳树，烧成最纯的柳木炭。国师，您这是要开炉炼丹求神仙吗？求神仙？他不配。老大，你要的东西都弄来了。很好，古代那些炼丹士搞出来的火药，威力连个大号窜天猴都不如，纯属听个像。今天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最佳爆炸当量：硝酸钾75%，木炭15%，硫磺10%。国师，这粉末看着平平无奇，真能退敌？光是粉末当然不行，燃烧太慢了。国师，您怎么把它弄湿了？哼，这叫造粒技术。只有把粉末做成颗粒状，才能让火药内部充满空气空隙，燃烧速度才能成倍增加，瞬间产生恐怖的气体膨胀。二狗，去把这些晾干。就凭这些，能挡5万铁骑？陛下，这叫众生平等器。走，带兵出发，给敌人接风洗尘。哈哈哈哈！离国都是缩头乌龟。将军神威，今晚就抢了皇宫，再砍了那封国师的脑袋当尿壶。全军加速，今晚在皇宫喝酒。老大，他们全进来了。国师，这里是5万人啊，要是冲过去，来都来了，就都别走了。点火！崖壁上那是什么东西在闪？将军，好像是离国人在崖壁上放烟花。哼，烟花？离国人真是吓破胆了，想用这玩意儿吓唬我？妖术！离国有大妖！军师，这是什么仙法？都说了，这叫化学。下面的蛮子听着，我是离国大国师，刚才只是给你们放了个哑炮听听笑，现在给你们2条路。第一条，继续负隅顽抗，老子现在就把整个峡谷炸塌。第二条，立刻放下武器，全体下马，双手抱头，加入我的击剑大队。只要你们肯搬砖肯扛水泥，老子保证你们1日3餐顿顿吃饱，表现好的还能分到方舟的船票。3秒钟倒计时，不投降的死！3、2，我们投降！国主饶命啊！大块头，你想带头当化肥吗？虎斑国降了！你让我们在这儿和泥巴搬石头，这是对战士的侮辱！侮辱！睁大你的狗眼看看天！我告诉你们，距离大洪水淹没整个世界，只剩下不到10个月了。到时候，别说是你们，全天下全都会变成一片大海。你们这群只会打打杀杀的蠢货，以为抢点粮食就能活下去，做梦！想活命就给老子拼命建这艘方舟，这才是你们唯一的活路。从今天起，你拓跋狂就是方舟基建第2队的队长，带着你的3万人给老子日夜不停地浇筑水泥，进度要是慢了1天，老子直接把你塞进高炉里炼钢。是，属下明白，属下这就去搬砖。底座建好了，接下来该给这头钢铁巨兽装上一颗超越时代的机械心脏。底座建好了，但这艘方舟如果只是一块能在水上飘的木板，遇到几百米高的海啸，瞬间就会被拍碎翻沉。所以，咱们得给这头钢铁巨兽装上一颗超越时代的机械心脏。我要让它在逆流和海啸中拥有手撕怒海的绝对动力。国师大人，
这一坨铁疙瘩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这叫三蒸式蒸汽机。听好了，水烧开了会变成省蒸汽，体积膨胀700倍。我要利用这股极其恐怖的膨胀力量，推动金刚打造的活塞，把热能转化为机动力，带动方舟尾部的螺旋桨。国师，您是说用水汽来推船？这水汽摸都摸不到，能有多大劲儿？多大劲儿？哼！只要锅炉够大，压力够高，老子能让这股水汽爆发出10万匹马的力气！别废话了，开干！拓跋狂，带着你手下力气最大的3000兄弟过来，给老子推，日夜不停的推，把里面的铁线一层一层给我刮下来，必须要平滑的，连只苍蝇站上去都能劈叉！1、2、3，推！1、2、3，推！点火，试机！动了！那铁疙瘩自己动了，水汽变成了力气。国师真乃天人呐！吊装，把这颗心脏给我塞进方舟的肚子里去。加煤，加水！拓跋队长，压力表快到红线了。国师说了，只要干不死，就往死里干。咱们一队这个月的 KPI 必须拿第1，谁敢拖后腿，老子把他塞进锅炉里当柴火。拓跋，行了，停火。老大，您看这锅炉烧的咋样？火候够不够猛？不错，勉强达标。老鲁，国师，老朽在。各部门注意，全船清场，转纵轴齿轮组准备交接动力。动了，转起来了！水火交融，竟能产生如此开天辟地的伟力，这就是国师所说的蒸汽机。没错，这就是方舟的心脏。有了这套动力系统，就算在几百米高的海啸里，这艘船也能硬生生撕开水面，绝不会翻车。我的亲娘嘞！幸好当初投降了。地震了！快，出舱，上甲板！天怒，大灾降临啊！报，京城急报，城南地裂100丈，护城河干了，请国师速回宫。定夺个屁！这叫地壳板块断裂产生的大规模火山爆发，火山灰遮蔽光线，发生瑞灵闪射，月亮才变红，跟神明没半毛钱关系。从现在起，这艘方舟正式命名昆仑号，传我的命令，撤掉所有脚手架，收起船台，通知所有人立刻带着物资来教船厂集合。10天，最多还有10天。诺亚计划最后一步，全民登船，现在开始。国师大人，凭什么不让我们上船？我们是离国的子民啊，让我们上去吧。所有人听好规矩，第一批登船的所有参与造船的工匠、铁匠、劳工以及你们的直系家属拥有最高优先级。拓跋狂，带你的人核对劳工铁牌，认牌不认人，冒名顶替的直接砍了。是，老大，都给老子排好队，谁敢插队，老子把他剁成肉馅儿。第二批，年轻男女，大夫先生，带种子的农户，你们是重建的火种。让
让开让开！一群贱民，别脏了本官的鞋！大国师，本官乃朝廷命官，这30个是我的家眷，这10几箱是我的行囊，还请国之行个方便，给我安排一个天字号的上等舱室。尚书大人，你带这么多金子上去干什么？哼，国师，金银乃天下流通之物，即便到了新世界，本官也依然是人上人。没有这些钱财，如何重振我离国朝纲？重振朝纲？你疯了吧！在末日里，1块金砖的价值还不如1块能发芽的地瓜。规矩第3条，方舟之上绝对不养闲人，更不准携带任何无用的奢侈品，占用空间。现在，要么你把这些金子全扔进泥坑里，你自己一个人滚上去刷马桶，要么带着你的钱在这里等死。李凡，你敢侮辱朝廷命官！我有陛下御赐的金牌，我是贵族。贵族，在我的船上，只有有用的人。拓跋，把那些金子给我扔下去。好嘞，老大。朕的江山，朕的大好河山啊！父皇，旧的江山没了，但只要人在，李先生会带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帝国。老大，登船完毕，下面还有几万难民，实在装不下了。关闭所有舱门。可是下面那些人，你想让所有人一起死吗？关门！海啸，是海啸！完了，这么大的水，碎的，碎不了。老鲁，锅炉给我烧到极限！所有人抓紧固定物。船体倾斜30度、40度、50度，老大，我们要翻了！闭嘴，翻不了！老鲁，把气门全部推到极限，超载运行，给我冲出去！咱们活下来了！兄弟们，咱们活下来了！活下来只是第一步，在这片水世界里，真正的地狱才刚刚开始。我们要吃饭，天天都是硬邦邦的黑面饼子和咸鱼块，连口热汤都没有，这日子没法过了乡亲们，当初李凡是怎么答应我们的？他说只要上了船就能顿顿吃饱，可现在呢？咱们这30万人就像是被关在铁笼子里的牲口，每天吃着连猪都不吃的糠咽菜，而他高高在上，霸占着顶层的豪华舱室，肯定每天大鱼大肉，喝着美酒。陛下已被软禁了，他想把我们饿死在这海上。收回粮食，让陛下掌权！
谁在砸我的门？李凡，你这窃国贼！你克扣我们粮食，让我们天天啃干粮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！你想要什么交代？把顶层粮仓的钥匙交出来，把权力还给陛下，由我们这些宗室来重新分配物资。我还以为是什么，闹了半天是一群饭桶嫌伙食不好想篡位。你们是不是觉得老子在顶层天天吃香的喝辣的？你们是不是觉得在海上漂了1个月，没有土地就种不出粮食，你们都要饿死了？真是愚蠢到了极点。不过念在你们是被这老狗忽悠的份上，我今天就大发慈悲，给你们开开眼界。拓跋，开2层中仓。是，老大。我的老天爷，那是太阳吗？呸！太阳个屁，那叫蒸汽电弧灯。这怎么可能？无土生根，暗室生光，这违背了天理，这是妖术啊！这叫无土栽培和人造光合作用。植物生长并不需要泥土，只需要水、光照与养分。我利用锅炉废气循环营养液搭配电弧灯，作物生长速度是土培的3倍。你们知道我这1个月一直在做事，老子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大家缺乏维生素的难题，而你们这群蠢货竟然听信一个只会吃干饭的旧贵族来砸老子的场子。国师，我们错了，我们是被猪油蒙了心啊！国师真的是神仙，连没有土都能种出粮食。刘亲王，你刚才说我对不起黎国的子民。给大家看看，这是我们在刘亲王的私人底仓里搜出来的东西。打死这个虚伪的畜生！李凡，李大人饶命，我是陛下的亲叔叔啊！陛下的亲叔叔，在我的方舟上，哪怕你是玉皇大帝的亲叔叔，敢动摇军心，也只有死路一条。拓跋，植物光长叶子不结果，是因为营养液里缺了点上好的有机肥料。把这老东西，还有他手底下带头闹事的残党，全都给我扔进粉碎机里，给西红柿加点餐。好嘞，老大，我早就看着老帮菜不顺眼了。不，你不能这样，我是亲王！今晚食堂加餐，每人1个西红柿，1碗青菜蛋花汤。吃饱了，明天继续给老子去动力仓轮班采发电机。国师万岁！国师，下面有东西，是暗礁吗？不是石头，在动，比船大，正撞过来。什么？全船紧急规避，右满舵，动力推到120%。警报！底仓3号装甲板破裂，海水正在涌入，已经牺牲300名劳工，重复，牺牲300人。拓跋狂，跟我上甲板！老子倒要看看是个什么怪物敢撞我的船！龙王爷，这是一头变异的史前苍龙。他在破坏我们的水密舱，再让他撞2下，船底就彻底透水了。打！给老子狠狠的打！完了，我们的火枪根本打不穿他的皮。谁说我们要用火枪了？在造船的时候，老子早就防着海里有这些史前王八了。超级蒸汽破甲弩，代号海神之矛，拓跋，接通蒸汽管道，
给老子把压力加到最高！是。底舱听令，左满舵，给老子把船身横过来！给老子死！想跟我斗？赢了！赢了！用角螺把这玩意儿拖住，够全船吃3个月肉。今晚吃海鲜火锅！大国师无敌！大国师万岁！李先生，朕曾经以为自己是这天下之主，能护佑万民，但在这场灭世大洪水中，朕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。是您造出了这艘神迹般的方舟，保住了我离国30万子民的血脉。是您凭空种出粮草，挥手降下神雷，击杀深海妖兽。离国已经亡了，30万子民需要的不再是旧规矩的皇帝，而是带领人类开创全新纪元的王。李先生，请受玉玺，登基称帝吧！请李先生登基，带领我们活下去！大皇帝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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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块石头在旧世界或许很值钱。陛下，这旧世界的规矩，在洪水来临的那一天起，就彻底死了。我们不要旧世界的皇权，我们要建立一个以科学、工业和基建为核心的崭新人类文明。从今天起，方舟正式改组为大前帝国，我是你们的船长，也是你们的最高领袖。所有人听令，纯速前进，目标新大陆。咱们要在那里插上属于我们的战旗。老大！水位在狂降，测试锤塔到底了，下面有陆地。什么？水深100米、80米、50米，老大，海水在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退去，就像是海底漏了个大洞。拉红色警报！所有人死系好安全带，准备迎接迫降冲击！老大，咱们停了。老鲁，开盲窗，升起主甲板装甲。在，老朽在，遵命。老大，我这是撞出幻觉了吗？那玩意儿是狗尾巴草吗？怎么比咱们的瞭望塔还高？不可思议，这简直是奇迹！这是仙界，这是仙界啊！放屁的仙界！空气里的氧气浓度高的离谱，至少是以前的2倍，难怪植物会产生巨大化变异。拓跋，开舱门，放下登船桥，咱们下船。是。老大，这泥土好奇怪，我怎么感觉像踩在棉花上一样？我操！老子成轻功高手了！神仙法术，这里果然是仙界！别瞎喊了，这不是轻功，这是重力异变，离心力增加。简单来说，这片新大陆的重力只有我们那个世界的80%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世界，你们每个人都是力大无穷、身轻如燕的超人。行了，都别蹦了，办正事。重力减轻，氧气增加，这意味着不仅植物会巨大化。什么动静？
我的亲娘四舅奶奶啊，这是什么怪物？来得好，看老子劈了你！老大，这玩意儿的壳比咱们的生铁还要硬。废话，几倍的氧气浓度加上史前环境，这叫甲壳素装甲演化。保护网！生物再怎么进化，在重火力面前，永远都是地狱。3、2、1。老大，这东西这么猛，这叫特种破甲手蓝。哼哼，都看清楚了，这片新大陆上连只虫子都能要了你们的命。但好消息是，这片土地上的资源也是我们以前那个世界的10倍、100倍。我宣布，这里定名新疆。推土机开下来，推平这片森林。给老子冲！工匠营砍树！痛快，太痛快了！哈哈，老大，这野鸡肥得流油！您快看，仙种，这真的是仙种啊！有了这片土地和这种长势，我大前帝国不出10年就能繁衍出100万人口啊！大帝，出事了！遇到巨型兽群了！不是野兽！这是人类的兵器，不可能是我们以前那种人类，能够投掷这种10米长、几百斤重长矛的生物，身高至少在5米以上。全城1级战备，火炮营就位，机枪阵地推上城墙，随时准备。城墙上已经架设了30门红衣大炮，全天候警戒。火枪营500弟兄子弹上膛，随时准备战斗。防守？谁告诉你们我要防守了？在这片充满未知的土地上，最好的防守就是开着坦克去把敌人的老家窥平。老大，这是什么坐骑？怎么没长腿啊？这叫陆地巡航舰1号，前装甲厚度10公分，能防住大炮直射，最高时速50公里。在这个连马都没有的世界，它就是陆地上的神。拓跋狂带上100个最精锐的火枪手，二狗，你来烧锅炉，跟老子出城去会会这群原始人。老大，这林子里连个鸟叫声都没有，邪门啊！废话，顶级掠食者出没的地方，小动物早就跑光了。敌袭，右满舵。我的个乖乖，这要是扎在人身上，直接成肉串了。长矛质量至少100公斤，初速度目测超过50米每秒，这动能简直就是超人啊！全军列阵，准备迎敌！我的天，这他娘的还是人吗？这分明是巨灵神啊！乌嘎巴巴罗萨卡卡！老大，他说啥呢？是不是问咱们吃了没？吃你个头！他把咱们当成入侵领地的怪物了。喂，对面的大高个，我们没有恶意。不知好歹，那就打到你们听懂为止。火枪营第1排开火！
什么？火枪打不透？慌什么？这儿的含氧量高，生物密度大，常规子弹动能不够穿甲。第一排退后填弹，第二排给老子瞄准他们的眼睛和坐骑的关节，开火！保护老大，给老子死啊！哎呦我操！老大，这孙子力气太大了，我打不过呀！你个废物，退下，看老子的！肉体再强，能扛得住每分钟600发的射速吗？都给老子住手！骨头挺硬。老大，危险啊！他一巴掌能把你拍成肉酱！要抓我？是我！给老子尝尝3万伏特的快感！不说！拓跋，别在树上装死了，给我滚下来！老大，你这是什么神仙法门？教教我！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去拿8根最粗的金刚锁链，把这个大块头给我捆成大闸蟹。其他的野人缴了他们的兵器，连同他们那些猫，一起给我押回新京要塞。老大，咱们不杀他们。杀？你知不知道，在这个遍地巨兽的大陆上，这些原始人是多好的劳动力和向导？走，带他们回去！都给老子走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！大地凯旋了！天哪，这是什么怪物？怎么长得这么高大？你看那长牙老虎比大象还要大。别费力气了，大傻个儿。这是老子用高炉炼出来的百炼金刚，别说是你，就是霸王龙来了也得给我乖乖握着。呼嘎卡卡罗巴托！老大，这大嗓门喊啥呢？你们几个老东西不是号称精通天下古音吗？能听懂他在放什么屁吗？大帝，老臣听懂了，这是古老的蛮荒祭祀语，口音生疏，但能分辨。哦，翻译翻译。他说我是森林之子库巴，你们这些矮小的恶魔用邪恶的雷电法术偷袭了我，伟大的兽神一定会把你们的铁壳子撕成碎片。哼，恶魔偷袭，你告诉他，我叫李凡，是大前帝国的最高鲛领袖。乌嘎莫塔西西里。他说你们虽然会法术，但你们的身体太孱弱了，你们战胜不了绿死神。我们部落的勇士正在被绿死神吞噬，你们也会被传染的。
绿死神，这么中二的？这是瘟疫啊！快退后，大帝，危险啊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绿死神的诅咒！这片森林里的恶毒瘴气，我们最强的勇士只要染上，3天之内必死无疑。你们这些矮子也绝对活不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什么狗屁绿死人诅咒？这就是超高氧环境下的超级金甘原感。库巴是吧？如果老子能把你手下这些人治好，你服不服？如果你能驱逐绿血神，我库巴森林主子愿意亲吻你的脚趾，奉你为神明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二狗，去医药舱，把咱们提纯的最高浓度的酒精给我搬2大桶过来。再拿10斤硫磺粉。老鲁，去厨房把咱们前几天找到的那种巨型大蒜给我捣成蒜泥，要1大盆。老大，大蒜也能治病？废话，大蒜素是天然的广府抗生素，在这个没有抗生素的时代，这就是神药！快去！拓跋，按住他！忍着点儿，可能会有点刺激。行了，死不了了。这真菌虽然长得快，但在没有产生抗药性的史前时代，酒精加硫磺就能把它秒杀成渣。神迹，5个神明。这就服了，太没挑战性了。既然认我当老大，老子自然不会亏待小弟。来人，给他们解开锁链。今天晚上，老子要在广场上大摆筵席，让这群茹毛饮血的原始人尝尝什么叫人类文明的巅峰。溪流，这水里煮的是什么？怎么这么香？火锅底料，文明的灵魂。放花椒，放变异红辣椒，放大葱，放生姜。这味道太勾人了！大个子看好，这叫大前第一变态辣红汤火锅，上肉！7上8下，肉变色就能吃了。吃。老大，他怎么哭了？是不是有毒啊？毒个屁，这是被辣的。太好吃了，好辣好爽，我还要。
一顿火锅就把这群史前巨人都收买了，这就是相位打击。想要征服一个野蛮的种族，不要光用刀剑，要用更高维度的文明，彻底击溃他们的认知。先征服他们的胃，再征服他们的思想。快灭火，不然全都会死！住手！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，没有人有资格在这片天空中装逼。老鲁，锅炉的压力到顶了吗？大帝，5台蒸汽发电子机已经全部预热完毕，随时可以灌网发电。很好，今天老子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人造太阳！光，他创造了光。伟大神明，您是唯一的真神。森林部落愿永世成为您的奴仆，为您征战这片大陆的每一个角落。大钱万岁！大帝万岁！万岁万岁！万岁万岁！万岁！击剑的齿轮已经转动。拓跋兄弟，昨晚那顿爆辣牛蛙吃的太爽了。大帝说今天有重要任务，是不是又要带我们去猎杀更猛的怪兽来烫火锅？瞧你那点出息！大帝的格局岂是你这大饭桶能懂的？不过说真的，这新弹路上的变异牛蛙腿比我腰还粗，那肉质绝了！大帝驾到！子民们，这半个月来，咱们推平了森林，驯服了怪兽，还把周围的土地都种上了超级土豆。咱们在这片新大陆上站稳了脚跟。大帝万岁！但是，我对现在这个破烂营地非常不满意。看看咱们身后这个铁疙瘩，为了活命，咱们在这个铁罐子里憋了3个多月。现在天晴了，地干了，难道咱们这30万人还有子孙后代，要永远像老鼠一样窝在这艘搁浅的破船里吗？大帝，这昆仑号可是保全我离国血脉的神物啊！它坚不可摧，用来做咱们的皇宫，难道不好吗？好个屁！船是用来航海的，不是用来当房子的。它里面的空间极其压抑，通风再好也比不上自然风。最关键的是，这艘船上有整整几10万吨的金刚手铁，还有最顶级的金丝楠木。这是咱们在这个原始世界里最大的一笔工业遗产。传我最高指令，从今天起全面拆借昆仑号。什么？拆了方舟？大帝呀！这可是咱们10万人不眠不休造出来的奇迹呀！怎么能拆呀？都给老子闭嘴！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拆了这艘船，不是为了毁掉它，而是要用它的钢体骨架在这片大地上铸造一座真正的日不落帝都。我要用方舟的龙骨做城墙的钢筋，用蒸汽做集成的中央能源站，用甲板做公路。我要让这艘船的每一个零件都成为大前帝国万世不拔的地基。大个子，想不想顿顿吃火锅，顿顿吃烤肉？想，做梦都想。那就给老子卖力气！全员听令，诺亚方舟拆卸计划现在启动！1、2、3！干得漂亮，拓跋狂！把钢板拖1号高炉去，拉成钢筋。好嘞，老大。
在地下给我挖出一个占地100亩的防空洞，把这5个铁疙瘩给我放进去。二狗，带人去接管方圆50里内的所有露天煤矿，给我修一条直通能源站的简易铁路，用方舟上的轨道车运煤。浇筑混凝土。大傻个，这根钢筋偏了半寸，你是不是昨天晚上火锅吃撑了？对不起，包工头，我马上掰。老子让你掰正，没让你掰断啊！扣你今晚的羊肉卷。不要啊！老大，看啥呢？看着江山如画。拓跋、库巴，你们还记得洪水刚来的时候，咱们像狗一样在水里挣扎的样子吗？怎么不记得？那时候我都以为地球要毁灭了，人类要绝种了。神明大人，是您带来了光，带来了火锅，我们森林部落世世代代都会为您效忠。别叫我神明，我只是个懂点物理化，而且脾气不太好的凡人。准备通知全城，明天正午，我要在这城墙之上，让这片新大陆上的所有活物都知道，这个世界到底是谁说了算。遵命。李凡大帝，您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夏之将倾，用钢铁与智慧为人类在这个蛮荒世界开辟了万世基业，请大帝接过这笔功业权杖，君临天下。子民们，抬起你们的头！今天没有跪拜，只有征服。1年前，老天爷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，用水淹了我们的家。但老天爷忘了一件事，人类是这个宇宙中最他妈扛走、最会造奇迹的物种。他淹了我们的破木屋，老子就带你们建钢体要塞。他用黑暗恐吓我们，老子就给他点亮人造太阳。他放出史前巨兽想吃我们，老子就用大炮把他轰成渣。加辣椒涮火锅，从今天起，旧的历史彻底翻篇。不管是天灾还是神孽，在我们的蒸汽大炮和钢铁举弹面前，都得给老子趴着。我宣布，大前重工帝国正式成立，传我全军列阵，重炮上膛，目标星辰大海。给老子把大前的龙旗插满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大前